的腰都快断了，你们休息好了没有？下一面神镜就要来了。我老了，身子骨不如从前了。婆婆年轻，让她上。夫人，你的法力快耗尽了，把身体让给我。死开！四老太婆的心魔似乎越来越强了。空间静止中，司婆婆、屠夫等人面面相觑。木儿身边这人了不起，一眼就看出了静止的奥妙，比瞎子靠谱多了。都天魔王在外面说，需要一件结实的宝物扔进第109个空间，让阵法像齿轮里多卡了一个齿轮，自动卡死。秦牧问：这没从楼兰黄金宫捡到的明珠堪用吗？都天魔王惊讶道：这宝贝不错，你随手就能捡到这样的宝物，难怪我算计不到你。你小子的运气逆天，不是我无能。正说着，众人看到一粒明珠从前方飞过，越来越大，里面竟有山有水，群山巍巍，瀑布长流。明珠划破天际，消失在天外。你们小心点，破镜时会有点猛。话音刚落，空间深处传来剧烈震荡，一重重空间崩塌，地水风火疯狂涌动，神境威能崩溃，恐怖能量向四面八方喷涌。众人急忙施展最强防御，好在能量不是专门针对他们，还能应付。秦牧站在森林前，森林突然化作灰烬，气浪席卷，所有树木变成齑粉。扑通扑通，4道人影凭空出现，狠狠摔在地上，砸出几个大坑。秦牧摇了摇头，一把年纪了，还不让人省心。聋子的声音传来：瘸子躲开！这老者头下脚上从半空栽下来，瘸子闷哼一声被砸在身上。半空中佛光大放，一尊大佛降落，脚踩莲花徐徐落下，化作青衣老者马爷，衣衫虽破但不算狼狈。众人起身面面相觑，他们竟真的从空间秘术中活着出来了。虽然受了不轻的伤，但好在没有致命伤。众人抬头，只见秦牧站在不远处，少年一直摇头，似乎在嫌他们越老越不靠谱。秦牧身前站着一个得意洋洋的大铁疙瘩，把臂叉腰，像个灯笼似的等着大家来膜拜。身后还有一头胖得像猪的龙麒麟，没睡醒的样子，无精打采。司婆婆惊讶走上前，上下打量秦牧，埋怨道：这么危险的地方你也敢乱闯，有没有受伤？瞎子上前紧张道：婆婆，你离他远些，司老太婆扛不住到心中的魔种了，时男时女，小心他对木儿下毒手。司婆婆口中传来苍老的男声：你们放心，他是我圣教当代教主，我自然不会下手。突然又变回女声：厉天行，你给我滚回去！瘸子上前打量都天魔王：木儿，你这个铁疙瘩还真有用，他叫什么？马爷道：都天魔王。屠夫也凑过来：哪里弄来的，还挺有用。聋子道：真丑。都天魔王大怒，秦牧连忙打圆场：这位是都天世界的最高主宰，我请来搭救你们的，他对神境造诣极高，一定可以带我们逢凶化吉。都天魔王心情舒畅，还是这小子会说话。秦牧问：村长呢？还有药师爷爷、哑巴爷爷，他们是否也到了此地？瞎子摇头：我追踪药师的线索寻到这里，没遇到哑巴和药师。司婆婆说药师和村长在一起应无大碍，还有祖师和执法长老跟着，只是哑巴一个人一声不吭，估计很难支撑。木儿，这么危险你还寻过来，难为你了。秦牧气道：你们不回家过年，四处乱跑，跑丢了怎么办？我当然要出来找你们，魔王带路，你们别乱跑了。一群老头老太太慌忙点头。都天魔王趾高气昂，带着残老村的老弱病残向前走去。他心里纳闷，这村里好多手脚健全的人，为何叫残老村？其实身体上的残疾并非真正的残疾，内心的残疾才是。村长困于理念无法实现，心灰意冷。药师被感情债逼迫的割掉自己的脸。瞎子、马爷、司婆婆、瘸子、聋子、哑巴、屠夫各有各的伤心过往，他们内心上的残疾才是残老村存在的原因。秦牧的到来让他们心渐渐活了起来，
但只有靠自己才能走出过去。都天魔王不愧是另一个世界的魔王，知识渊博，连瞎子都对他在术数上的造诣佩服不已。他们已走到森林边缘，只剩2里多地，却花了半天时间。司婆婆突然道：“除夕到了。”马爷摇头：“人没到齐便不算过年。”屠夫声若洪钟：“一定要找到村长哑巴和药师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就算死了也要拖回去过年。”前方已没有路，是崩碎状态的无忧乡。森林尽头是整齐的截面。秦牧站在悬崖边向下看，竟看到另一片森林。都天魔王向悬崖下跳去，稳稳站在峭壁上，身形与秦牧垂直。他说这里的封印由立方体组成，控制了地磁原力。秦牧小心探脚，脚底传来引力，他也站在了峭壁上。他四下看去，看到对面和天空都有一片片森林，像无数立方体拼成一个巨大的空星球，中央便是无忧乡。瞎子也走过来感应引力，这种大神通非同小可，将整个无忧乡笼罩，唯一的出口恐怕是来时的路。司婆婆抬头仰望破碎的无忧乡，村长和祖师神通广大，应该进入那里了吧？都天魔王摇头说，空中的禁制太多，需要30-50年才能算出生路，若非真身在此，还需更久。如果你们的人试图飞入无忧乡，多半已经死了，这个太变态，我以后再也不来了。瞎子突然道：“你们看，无忧乡的形状像不像一艘船？”众人抬头看去，无忧乡尽管破灭，但将破碎的山峰、巨大机器和城市组合起来，形状像一艘大的不可思议的巨船。相比起来，太阳船、月亮船倒算不得什么了。瘸子指着那轮被黑暗吞噬大半的太阳，这轮太阳是能量源泉，一口难以想象的大丹炉。司婆婆白他一眼：“你扛不回家的。”马爷道：“船是用来载人的，它有目的地。”聋子突然出声：“它不是无忧乡吗？无忧乡无牵无挂，何须目的地？倘若它不是无忧乡，它的目的地是什么？”众人异口同声道：“真正的无忧乡。”秦牧怔然，这里只是一艘被击碎封印的船，船上的人试图逃出去，花了不知多少年才打通一条路。黑暗中的魔物以为这里是无忧乡，其实只是前往无忧乡的船而已。秦牧茫然，到底哪里才是我的故乡？我的族人是否还有人存活？就在这时，空中银光闪过，一艘银舟从城市废墟中飞出。哑巴站在船上，手提木箱，舟中还有2位白发老者，一位无面男子和一个少年。哑巴操控银舟灵巧穿梭于神境之间，如同游鱼。都天魔王看得瞠目结舌，那正是他需要几十年才能算出的生路。银舟降落，药师将村长抱下船，少年祖师摇头道：“你何须抱他？他自己能飞。”药师愕然，将村长触在地上：“我习惯了。”秦牧等人连忙上前，哑巴掀开木箱，银舟化作银丸，叮叮当当落入箱中。他熟练盖上，扬手，打招呼。众人围住他们，满肚子问题，连都天魔王都要几十年才能算出生路。哑巴是如何知道的？他们去了天空城市，见到了什么？那里到底是不是无忧乡？有没有幸存者？村长飘起来，向秦牧笑道：“牧儿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终于知道你的姓氏了。药师，把东西给他。”药师从袋子里倒出许多东西：腰牌、铜镜、匾额、印章、玉佩、衣裳，上面都有一个相同的字情。你姓秦？药师笑道：“那座城里有很多这样的东西，你看看字迹是否与你玉佩上的一样。”秦牧脑中轰然，回头望向来路上的那个小村庄。村长似乎看出他心中所想，道：“那里或许并非是你出生的地方，那户人家也未必是你的父母。你的父母，他们有可能还活着。”秦牧怔怔站在原地，心中涌起希望。原来他的姓氏是秦，他的根或许还在，他的父母可能尚在人世。残老村的老人们围着他，在破碎的无忧乡前，在这艘被封印的巨船旁，少年终于知道了自己姓什么。